中国极北的边陲小镇，白雪皑皑，人烟罕至。警察王康浩被调来时，曾经繁盛的林业已然衰败。随着禁伐令的颁布，小镇本就不多的人口急剧流失。静谧的大山深处，天光将雪地照得亮白刺目。2辆运金车正缓缓蹒跚而上，打头的负责领路开道和安保。一辆笨重的农用车拖着木材走在前面。为了尽快赶到目的地，金车押送员示意农用车让段距离，他们好超车。农用车向山体靠拢，打头那辆车慢慢往前试图超车，却在并行时被农用车撞下陡坡。后车的押送员急忙下车查看，农用车上的2人也下了车，背后还藏着一把枪。他们的目的不言而喻。押送员戒备地看着2人。这时，山顶上的劫匪算好了时间和位置，解开早就准备好的木材滑下山，直冲金车而去。于是2辆车4个人全都滚下了山。这是一支有3个人的劫金团伙，老大狠厉睿智，老2狡猾诡诈，老3是老大的亲弟弟，冲动暴力行事不计后果。3人捕到押送员后劫走金子，驾车出山。与此同时，上级要从林区调一个人到市局。这个人在王康浩和韩晓松之间挑选。韩晓松和王康浩是同事兼好友，2人都爱慕着林区医生孙岩，明里暗里的献过殷勤。孙岩则很直白地表示对王康浩更为钟情，于是韩晓松体面退出，并将上调机会给了王康浩。2人开着车前往山顶的到伐点。王康浩打去韩晓松要站好最后一班岗，车上的收音机信号不好，一则紧急新闻断断续续地传来。韩晓松和王康浩只听到通报可疑人员，以为是在说山里盗伐的事，殊不知是劫金这种恶劣程度更甚的事。进山路上，王康浩和韩晓松与准备出山的劫金团伙狭路相逢。韩晓松下车查看，很快发现了几人的异常，劫匪们也自知露了马脚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掏枪射杀了韩晓松。车里的王康浩也遭到攻击，他打开车门一路滚下了山。穷凶极恶的劫匪们多次补枪，直到王康浩没有了动静，劫匪们驾车离开。王康浩醒了过来，他手脚并用地爬回案发地，韩晓松却已经牺牲，他的血流在地上冻成了冰，任王康浩如何努力都没能将他抱起。警方在各个出入口设置关卡，劫匪3人组却不走寻常路，他们烧掉车子，藏起黄金，从林中滑雪而下，顺利躲过了排查。所有罪恶都被埋在了纯洁的林海雪原下。1年过去，这件事成了王康浩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，他给自己上了枷锁，无法挣脱也无法逃离。孙岩希望能和王康浩一起离开，告别过去，开始新的生活。王康浩却表示，除非了结这件事，否则他永远都无法离开。王康浩不希望孙岩和自己一起耗着，他主动结束了这段感情，独自踏上了自我救赎之路。气象部门预警，一场100年难遇的强雪暴即将席卷整个林区，孙岩也即将被调离林区。这1年来，王康浩一直在不断地寻找线索，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大雪几乎掩盖了所有犯罪痕迹，案情一直没有什么进展。在暴雪来临前，王康浩决定进山逮捕一个叫郭三的人。此人除了经营度假村，还是个盗猎分子。有传言说他捡了1根金条，最近还置办了一杆新枪。王康浩紧紧抓住这条线索，带着一个小警察进了山。林子里传来枪声，王康浩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，只知道是2个人，但距离太远看不清是谁。事实上，这2个人就是王康浩的目标，劫金团伙的老2和老3。此时，郭三正拖着战利品回到木屋。作为猎人，他异常警觉，听到越来越近的汽车声后，急忙吩咐同伴李笼子藏好新买的7连发。王康浩从郭三家里搜出一堆兽皮和一杆破枪，这显然不是他新买的那把，但无论王康浩怎么问，郭三都坚持自己就这一把枪，并且拒不承认捡过金条。王康浩想起来时在沟里看到的那2个盗猎者，眼看暴雪就要来临，王康浩认为有必要通知他们一声，否则到时候这2人估计没命从沟里出来。于是王康浩带着小警察和郭三一起前往大石崖沟底。路上，王康浩问郭三对金案有什么看法，郭三表示一定不是本地人干的，本地人根本没这么聪明，另外那么多黄金想要运出去，只能走大石崖底下的河道。到了地方，王康浩把郭三关在车里，郭三表示那地方夹子很多，让他们多加小心。王康浩来之前曾用郭三度假村的电话给孙岩留言，表示自己不能去送他们。孙岩下了手术台听到了留言，回拨过去得知了度假村的地址，想着无论如何走之前还是想见王康浩一面，便驱车前往度假村。王康浩背着一把枪，望远镜里看到那2人正在挖洞，王康浩担心从正面过去惊到他们，到时候越发往山里面跑，于是他打算从后面包抄，吩咐小警察原地等他，如果看到人往山里走，就开一枪把他们赶到自己那个方向。2人分头行动，小警察走到埋头挖洞的那人面前，对方正是劫金团伙的老3。老3见小警察手里拿着枪，二话不说举起猎枪射击。王康浩听到枪声，急忙拿出望远镜，发现情况不对后，悄悄绕过去打晕了老3。此时老2也在不远处通过对讲机得知老3遭遇了警察。王康浩一边让小警察坚持住，一边找东西帮他止血，同时也发现了老3正在挖的东西就是那批被劫的黄金。老2察觉异常后，躲在不远处的树后观察情况。王康浩通过对讲机和老2谈判，并表示只要自己在这里，他们就绝对拿不走黄金。这个时候，孙岩在赶往度假村的路上，车子出了故障，便搭上了一个过路人的车。
这人就是劫金团伙的老大。到达度假村后，孙岩下了车，他告诉老大自己的名字，表示如果他路上看到一辆警车，就告诉车上的人自己在度假村。老大闻言马上警觉起来。山里的王康浩还在和老二对峙，拖得越久对小警察越不利。王康浩选择妥协，他表示雪豹马上要来，再等下去大家都要死在这里。从这里到镇上需要6个小时，自己先送小警察出去，也给劫匪们6个小时运金子出去。老二嘴上说着同意，看到人后却不守信用下黑手。好在王康浩也留了一手，提前和老三互换衣服躲过一劫。小警察不行了，王康浩将他藏在一个隐蔽的树后，自己拿着枪边打边跑，将老二引下了很多夹子的黑瞎子湾，并成功让老二踩中一个夹子。与此同时，老大发现了停在路边的警车，他并未注意到后座的郭三，将车撞下沟后扬长而去。睡梦中的郭三被惊醒，他骂骂咧咧地从车里爬了出来。老二的伤口流血不止，王康浩的枪里也没了子弹。他再次和老二谈判，老二别无他法，只能将枪丢给了王康浩。这时，老二脚边的对讲机里传来老大的声音。王康浩没有多留，返回藏金的地方，没想到郭三也找到了这里，正撅着屁股在洞里用牙咬黄金。王康浩问郭三怎么来的，郭三将车子被撞以及自己看到有人拖走一个伤员和盘托出。王康浩分析两人应该会去度假村，于是便将黄金转移，准备抄近道赶回去，途中还不忘带上垂死的老二。这样做无疑是在给自己找麻烦。另一边，老大正带着受伤的老三赶往度假村。他记得孙岩说过自己是医生。老三骂骂咧咧说老二想杀了自己，独吞黄金。老大顾不上黄金，只想赶紧救治傻弟弟。孙岩查看了老三的伤口，老大谎称是打猎时不小心误伤。孙岩有些疑心，却没有再多问，表示这里条件有限，取子弹可能会要了老三的命。最后在老大的坚持下，还是做了这台手术。老大将老三留在旅馆，嘱托孙岩照顾好自己弟弟，随后便带着李聋子冒雪出了门。老大把聋子带到藏金的洞当苦力，什么都没挖到后，一镐子打死了对方。GPS 上显示老二离他越来越近，他眼中寒光迸现，朝着对方缓缓移动。这时候，王康浩几人正往度假村赶，途中老二试图怂恿郭三甩掉王康浩，郭三也不是傻子，跟老二一起走无异于与虎谋皮，于是便干脆偷偷甩掉两人，溜之大吉。活地图没了，王康浩知道老二既然能来，就有办法走出去，威胁他如果不说就再废一条腿。老二很识时务，表示只要找到他放在这附近的装备，也许就能保命。于是王康浩将对讲机电池取下，放进了 GPS， 按照指示来到一片茅草地，地图上显示老大就在附近。两人谨慎的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唯恐成为对方的猎物。枪声响起，老大将一部对讲机留在原地后迅速隐藏。他在对讲机里和王康浩谈条件，表示自己在度假村见过孙岩，他和弟弟今天必须走出去，黄金可以分王康浩一半。他带着孙岩远走高飞，双方桥归桥，路归路。王康浩不为所动，如果这些金子能换回韩小松的命，他还可以考虑，可惜并不能，条件谈不拢，双方只能愈加防备。王康浩看到一个人影，准备开枪时发现是老二，紧接着枪声响起，愣神的王康浩被老大打中。天很快黑下来，郭三回到了度假村，孙岩不问对方是谁，先自报家门说来找王警官，他的警惕性可以说极低。郭三看到昏迷中的老三后，便要斩草除根以绝后患，没想到差点被反杀。为了活命，他将事情和盘托出，还谎称王康浩转移了藏金位置。孙岩总算在两人的对话中听出了猫腻，他给老三注射麻药，并拿走了他的手枪。老大背着王康浩回到度假村，老二一瘸一拐跟在后面。听到动静的郭三则藏在了床底。孙岩拿枪的意义就是轻松被人夺过去。老二看到老三床头的黄金后，偷偷占为己有。老大将王康浩扔给孙岩，让他马上把人弄醒，接着让王康浩要么带自己去找金子，要么就看着孙岩死在面前。王康浩表示可以带老大去找金子，但自己不熟悉山路，想必老二已将告诉过他，两人就是被那个熟悉山路的人甩掉的。老大闻言起身坐在了老二旁边，他显然没有从老二口中听说过这件事。紧接着老三醒了过来，看到老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老大的枪口马上对准了老二。老三告诉老大，那个知道金子位置的郭三就在这屋里。床下的郭三提示了王康浩自己的存在，紧接着二人打了个配合，屋里顿时鸡飞狗跳，枪声不绝。最终老二和郭三死在了老大枪抢下，老三也在混乱中又挨了一枪。王康浩带着孙岩逃走，老大追了出去。王康浩让孙岩开着劫匪的车离开，到路口打电话报警求救，自己留下来对付老大。就在这时，老大听到老三在叫自己，他急急忙忙跑进屋，看着弟弟痛苦不堪的样子，狠下心送了他一程。王康浩开着履带车冲进屋，紧接着和老大扭打在一起。王康浩抓着针管给老大来了一下，短暂的眩晕后，老大硬是挺了过来，并且再度夺回优势。最后无疑靠偏向险中行的孙岩力挽狂澜，靠着莫名其妙的煽情替王康浩争取了反杀老大的机会。一切归于平静，阴暗腥臭的罪恶和扭曲的人性都被雪豹掩埋。